沙赫劲达陵墓群，是不是非常的壮观？是真的石头没错，但是拿来料理用的。这个是要怎么当成料理用途啊？你们有人知道吗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拜拜。这个就是雷吉斯坦广场，是不是非常的壮观？正好遇到观光客穿着他们乌兹别克当地传统的服饰在拍照。Hello， 各位好，这里是路径濑湖，我是 Able。今天我们要从布哈拉这里搭火车前往萨马尔罕，带大家看一下在乌兹别克这边的火车是长什么样子。在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来乌兹别克这边旅游，搭火车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提早一下哈，因为这边进来的时候都要做一些简单的安检。OK， 赶快去找我们的车厢吧。OK， 我们好像是这个车厢。Give me passport, please, Mr. Passport? Yeah. Seat number 27 and 28. Yes， 这个是我们的车厢，看一下。现在搭的这班车是布哈拉前往萨马尔罕的高铁，他们的高铁还蛮舒服的。刚刚有大概拍一下这些环境给大家看，他们的厕所很干净，然后冷气超强。不过因为我稍微比较晚一点上火车，所以它摆放行李的地方都已经被占满了，我就只好放在我自己的位置上。不过前面的空间还蛮大的，所以如果一个大背包或一个行李箱放，我觉得勉强还可以。这个车票我们是在台湾就已经先买好了，所以外国人如果购买乌兹别克的车票，我觉得还算是蛮方便的。布哈拉到萨马尔罕这一段路的风景还蛮漂亮的，会让我联想到之前在葡萄牙搭铁路的时候，那个窗外的景色非常美。好了，我现在已经抵达萨马尔罕车站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背景，超多人，对不对？很多人都是选择在这一站下车。接着我要出去叫那个 Yandex.Go 载我们到我民宿去。我们待会就民宿见啦。萨马尔罕车站里面超漂亮的，你们看那个上面那个彩绘玻璃，很漂亮。OK， 我抵达了今天在萨马尔罕要投宿的民宿，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间。进去的时候院子好像还蛮漂亮的，我们进去看看。往前这边就是他们的院子，很舒服，非常大一个院子。这个是我今天住宿的房间，简简单单的，不大。不过很温馨哦，那个采光超棒。简单带大家看了一下这个民宿，是不是还不错 ？OK， 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萨马尔罕的深度之旅。这个城市非常的历史悠久它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甚至是跟罗马还有巴比伦这种城市齐名，都非常的古老。曾经被亚历山大称赞过然后也曾经被成吉思汗摧毁。然后最后是在铁木尔的手上被发扬光大，它甚至当时是在中亚的一个算是宇宙中心所以这个地点非常的重要。也因为这样，这座城市的文化历史层次非常丰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萨马尔罕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叫做沙赫劲达陵墓群，差不多是从11世纪开始慢慢盖，然后陆续盖到14到15世纪左右。里面算是一个死者之城，全部都是保存着当时铁木尔的女性眷属，还有贵族一些将领的坟墓，非常的漂亮。我们进去看看吧。我看一下，一个人是8万块。接下来我们要迎来这一座陵墓群最震撼的视觉很赞很厉害这个就是沙赫劲达陵墓群，是不是非常的壮观？这一条路这样子蜿蜒进去，两侧全部都是陵墓，所以这些陵墓历史非常的悠久，都是从11世纪陆陆续续，然后建到14、15世纪左右。这边几乎每一间陵墓都是可以进去参观的我觉得这一间很漂亮，让大家来看一下。
每一间陵墓的装饰都不太一样，可能跟身份的尊贵程度吧有关系。这间看起来也是蛮华丽的哦，我们进去看看。如何？很惊人哦！你们看到他们在墙壁上这些瓷砖的编排，会觉得他们是不是有强迫症？哦，那个真的太夸张，对得很整齐，那个几何图形。好的，我们要结束这个陵墓的景点，非常的壮观，对不对？哦，那个瓷砖啊，非常浮夸。接下来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地点了，非常的热闹，带你们去看看。来乌兹别克这几天，我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就是到处都是长椅，还有垃圾桶。这个对观光客非常的友善，走累了觉得非常的热，就随时树荫下都有长椅，手上有垃圾也不用担心没有地方可以丢，非常棒的一个设计。OK， 抵达了，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Bazaar。这几天我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就会去当地的 Bazaar 看一下他们这一道地的日常。不过这个萨马尔罕这个 Bazaar 感觉起来比较稍微商业化一点，比较观光，因为毕竟这边是一个观光的重镇。果然哦，从画面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Bazaar 比较观光，除了农产品这些日常用品之外，也掺杂了很多纪念品的摊位在里面。在很多 Bazaar 看到这个东西，觉得很好奇。我刚刚问了一下店家，店家说这个是石头，哦，是真的石头没错，但是拿来料理用的。这个是要怎么当成料理用途啊？你们有人知道吗？大家记得来乌兹别克这边买东西，在市集一定要杀价，千万要记得杀价，要不然价格会差非常的多。这边也有卖很多漂亮的手工刀子，我刚刚看了一下，每一把大概差不多都是40几万到80、90万索姆左右的价格。这个摊贩的老板，他正在手工的绘画这个瓷砖哦，很专心的在画画。我有问他说可不可以拍，他说当然可以啊，好厉害啊！这一摊的东西，你们猜猜看是什么？我刚刚问了一下哦，这些造型的东西全部都是糖做的，看起来有点像是他们的生日节庆在用的东西。Yes, a little, just a little. Thank you. 我刚刚跟老板要了一小块试吃，这个东西 OK 。Thank you. 老板好热情啊！这个是芝麻。我刚刚吃了另外一个是黑芝麻，然后这个是白色的芝麻。我觉得这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那个牛轧糖，但是我觉得很好吃，也非常好吃。我们遇到当地的小朋友说想要就是追踪我们的频道OK English Yes LUJINLIFE This is my channel.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刚刚在那一摊试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它的口感很像台湾的牛轧糖，所以我就忍不住买了2种，但不便宜哦。大家看一下这一袋东西里面2小盒哦，他一开始跟我报价10块钱美金，300多块。后来跟他小小的杀了一下价，他就跟我收10万索姆，还不错。接下来我们要结束这边，然后往下一个地方去咯。 OK，
在这个巴扎的旁边，就是在这边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做比比哈努清真寺。它是萨马尔罕这边体积最大的古迹同时也是15世纪的时候在伊斯兰教里面最大的一个建筑。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门楼，超夸张的，有够大的，大概有差不多12层楼这么高。这个就是比比哈努清真寺，是不是很夸张？超级大，超级巨大。我们来去看看这个雄伟的建筑非常的壮观。我们现在进来比比哈努清真寺这边哦。这个清真寺虽然说在历史上记载是铁木儿盖的，但实际上是他老婆比比哈努，因为比比哈努这个名字就是铁木儿他老婆。他为什么要盖这座陵墓呢？他当时是为了要给铁木儿一个惊喜。因为当时他去打仗嘛，回来要给他一个惊喜，所以就盖了这栋建筑，非常的惊人哈。这栋建筑12层楼高，而且墙面上的细节超多的。在庭院的中间这边有一个大理石制的古兰经书架，传说这个书架是拿来放世界上最古老也最大本的古兰经。奥斯曼古兰经，大理石的可兰经书架，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就是当地的妇女只要是结了婚之后很久没有怀孕，可以来这个可兰经书架的下面爬过去3次，就可以如愿的生小孩哦。我们比比努清真寺到这边结束，很可爱的名字，对不对？比比努。接下来我想要去找一家咖啡厅休息一下，吃个饭。我们待会去咖啡厅见啦。我们到了，就是画面上这家咖啡厅，进去吃个饭，休息一下。这家店除了吃饭跟喝咖啡，他们里面也有陈列了一些设计工艺品，可以看得出来很有日本的味道，对不对？我刚刚有稍微确认了一下，这一家的老板娘确实是日本人。你们看他们的这些东西的设计，是不是跟一般我们看到的款式就不太一样？比较漂亮哦。我点了2道，他们说是这边的传统的料理。这一道是炒面，但是实际上里面是炒什么东西我不太确定。这一道叫做 kuchatoy， 里面大概看起来就像是一些面条跟牛肉，然后还有像孜然香菜这些香料，味道很浓啊。我来试试看。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吃光了，这大概是我来乌兹别克这几天吃的最干净的一餐因为它的口味，我觉得它应该是传统食物，然后再加上一点点日本人的口味去做改良所以味道很清爽非常棒。来乌兹别克，如果你们想要吃一些比较清淡的东西的话，来这一家我觉得还不错。接下来我要离开这家店再带你们去别的地方，深入一下萨马尔罕。现在走的这一条绿荫大道，它是从比比努清真寺，然后一路连接到雷吉斯坦广场。这一条路种了很多树，非常的舒服，两边有很多餐厅，然后有一些手工艺品，在这边走的感觉其实还蛮棒的。你们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我的整个周遭的这个背景很轻松，很舒服。从这边就可以一路轻轻松松的散步到雷基斯坦广场。大家看一下这个很可爱的这个脚踏车，他们在骑这种协力车，非常可爱。之前不是有跟大家提到说乌兹别克这边的人口有1/3是18岁以下的人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路上每天我都可以碰到很多的小朋友？心想说，奇怪，他们不用上课嘛？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因为年轻人实在是太多，所以他们的学校不够，他们就会把上课的这个人口呢做分流，所以有一半的小朋友是会在上午的时段上课，然后另外一半的小朋友是在下午的时段上课，这个就造就了无时无刻在街头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小朋友，而且这个国家他们的生育的这个概念也跟一般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他们随便一个家庭都是大概就是5个7个，这个都是常态，非常多。所以就造就了现在他们的这个人口红利。这边现在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以前早期的台湾经济刚起飞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乌兹别克这边的经济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下一个地方，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地点哦，它是雷基斯坦广场。来萨马尔罕这边，什么地方都可以错过，就是这个地方不能错过，因为它有3个非常巨大的经学院，把它围绕起来，变成一个广场，而且白天晚上都非常的壮观。带你去看看，这个就是雷基斯坦广场，是不是非常的壮观？画面上全部满满的都是年轻人，对不对？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哦，是不是他们的毕业典礼之类的吗？不晓得。是不是非常的壮观？待会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哦。我们刚刚已经买完票，现在走进来雷基斯坦广场了。门票一个人成人是10万块索姆，折合台币大概是差不多260几块，有一点点小贵。不过它在晚上9点的时候，在这个广场会有一个蛮盛大的灯光秀。听说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在这边会稍微待晚一点，然后再拍给大家看看这个灯光秀有多厉害。这一间叫做希尔多尔神学院，它的历史大概是差不多西元1600多年，上面有2只长得又像老虎又像狮子的图腾哦，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太阳神，有着人脸的太阳神。这个在当时伊斯兰教的宗教里面是非常非常的禁忌的，因为他们是不允许在建筑上面有出现动物的图腾，所以这个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反骨比较叛逆的一个行为。我们进去里面看看吧。进来之后，别有洞天哦，里面也是一个庭院，非常华丽的一个庭院，里面的瓷砖复原程度我觉得还不错。进来之后也是一间一间提供给小商家让他们做生意的地方，但这边比一般的经学院还要再更华丽。大家看一下那个墙壁啊，上面这些雕花、这些瓷砖的排列，维护的算更好了。我们正好遇到观光客，穿着他们乌兹别克当地传统的服饰在拍照，非常的漂亮哦。这个如果拿来当婚纱也一定非常的漂亮。接下来这一间是蒂拉卡里神学院，里面非常的壮观哦，听说里面都贴满金箔在天花板，进去看看吧。进来之后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庭院，也是有一些小店啊，但比较少，比较没那么多。这一间好像就是天花板贴满金箔的内部，赶快进去看看。是不是超美的？金碧辉煌哦，那个天花板亮晶晶的，好多人都像我一样这样躺在地上拍那个天花板。接下来我们就去看，还有一间还没看完，我们走吧。接下来我们要去的下一间是这个乌鲁伯神学院，这一间神学院是里面最老的，大概是差不多13、14世纪的时候盖成哦，上面的瓷砖花纹。都是跟天文学有关系的，所以这边也被称为那个墙壁被称为天文学家的星空。进来之后也一样哦，是一个院子，然后周遭就是有很多纪念品小店。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前面这一间，进去看看吧。它的墙壁上面好像真的是有很多那种天文学的符号。这一间博物馆的内部非常精致里面应该就是展示了一些这位天文学家他毕生的研究跟收藏。好了，带大家看完这3座非常雄伟壮观的经学院，是不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我才说这边是来萨马尔罕必访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既然钱都已经付了当然要继续留下来看它晚上的灯光秀啊，大概差不多在
1个小时之后哦就要开始这个灯光秀。那待会就拍给你们看喽。Hi. 我们刚好遇到一个 Nice to meet you. Yeah, nice to meet you. 我们刚好遇到一个他们当地的大学生，他说他是观光科的，可不可以就是录一个影片，问我们就是对那个乌兹别克斯坦这边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为什么要来这边，非常有趣的经验。然后他现在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我又多了一个新的观众了。我们运气还不错，就是有碰到7点左右，他们有一场表演哦。刚刚现场稍微看了一下，非常的棒，它的气氛很好。那我觉得这个260块的门票，我觉得算花的还蛮值得的。你们看，进来看了3座经学院，还有这个表演，还有待会晚一点的灯光秀，我觉得很棒。现在是晚上8点多，雷吉斯坦广场这边开始点灯了。大家看一下点灯之后的这些经学院，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迷幻？好的，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影片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了哈，希望你们还喜欢这些内容，大家都在擅长，然后有没有看到？萨马尔罕这边的海拔大概有差不多平均是700多公尺，所以你们会注意到很多人开始晚上就穿长袖了。那希望你们还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如果还喜欢的话，欢迎给我们超级感谢，或者是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帮助我们的频道可以走得更远。也欢迎对这支影片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就下一期见啦，拜拜。